你是否感觉世界在对你呐喊？每一个闪烁的统治，每一个晋级的需求，每一条惊人的新闻，都在不断地切去你内心的一片平静。你试图集中精力，但你的思绪就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卡在电台之间，只能接受到经典的嘶嘶声，一种永无止境的焦虑和义务的白噪音。你寻求沉默，但最震耳欲聋的噪音似乎来自内心。这是一种持续反应的感觉，一场为了扑灭别人在你自己脑中点燃的火焰的竞赛，让你处于一种永久的精神耗竭状态，并且危险地对自己的内在状态、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在这场战斗中，你并不孤单。这种嘈杂的声音是现代生活的标准体验，而最令人沮丧的部分是你已经试图与之对抗。你尝试冥想，但思绪不停；你尝试整理，但信息的雪崩是无情的；你寻求住境，但你的心智变成了一片汹涌的大海，犹如和代办事项的浪潮不停地拍打着你意识的海岸，就好像你是自己心智的观众，观看着一场你没有便携也无法停止的混乱表演。你感觉自己是自己透露内的乘客，被你没有选择也无法主宰的潮流带走。但如果有一种方法，不仅能让噪音静音，还能谱写你自己的交响乐呢？如果你可以调整你的内部可读盘，精确地选择你希望运作的频率，无论外部的混乱如何。这个影片的承诺不是暂时的缓解，而是一种永久的转变。我将向你介绍解决方案，一个用于自我主宰的声音架构。在接下来的步骤中，你将发现4多个大师的5种时间，一个让你从世界噪音的被动听众转变为你自己主静和不可动，要专注爆雷的积极作曲家的指南。你作为自己的大师的旅程现在就开始，就在此刻。为了坚定你对这次转变的第一个承诺，为了宣告你已准备好掌控，做2件简单但强大的事情。首先，点赞这个影片作为你对这个新频率开放的信号。其次，在下方评论你从哪里观看，这样我们就可以描绘出这个寻求自我主宰的心智社群的地图，并且为了迈出第一步，订阅频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奠基，这是你在一个新思想学派的注册，一个对每日练习调整你最宝贵的乐器，你自己的心智的公开承诺。这次转变的关键不在于新的外部技术，而在于一种古老的智慧，为我们的时代重新建构。我们谈论的是4多个主义，但忘掉那些满身灰尘的长胡子哲学家的形象，把4多个主义想象成心智的操作系统，一套旨在混乱中优化你的专注力、人性和内心平静的代码和时间。而我们将用来安装这个系统的工具是你已经熟悉但将以一种全新方式学习使用的东西——音乐。它将不再是被动的娱乐，而将成为一种主动的情感工程技术，一种精确调控你内在状态的工具。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巴比伦的4多个哲学家蒂欧根，你已经写过关于音乐的伦理和教学效果，理解其塑造品格的力量。我们将把这个想法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们将把音乐中心建构为自我主宰的声音架构。这不是关于特定的音乐类型，而是有意识的应用声音，从格里高利笙歌到双耳节拍，从古典音乐到环境电子乐，来构建特定的心智状态。伟大的4多个学者艾比克泰地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像乐器的线一样调整我们的品格。今天，你将学习如何使用音乐本身作为你灵魂的终极调音器，在曾经只有噪音的地方创造和谐。第一个时间是最根本的，你需要建立你的声音隐士，就像你不能靠吃垃圾食物来建立强壮的身体一样，你也不能靠摄取听觉垃圾事物来建立专注的心智。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强大的。我们的心智沉迷于廉价的刺激，歌词空洞的洗脑歌曲，八卦播客，带有病毒，是音频的无尽端影片流。我们被动地消费这种噪音，几乎像一种反射，没有意识到这些听觉卡路里中的每一个都在产生焦虑，分裂我们的注意力，并削弱我们深度专注的能力。
打开收音机自动播放比可以选择沉默或能增强我们力量的配乐要容易得多。想象你的心智是一个花园，听觉垃圾事物是杂草，它们生长迅速，毫不费力，并扼杀了你真正想要种植的植物。专注、清晰、平静。整天让收音机播放耸人听闻的节目，或听算法为让你参与而非集中而创建的随机播放列表，就像在你自己的花园里播撒杂草种子。你正在无意识地培养混乱。声音饮食的时间要求你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园丁。你需要积极地扒掉这些杂草。这意味着关掉声音控制，选择在车里不听音乐，以便与自己的思想共处。最重要的是，对进入你耳朵的东西做出积极的选择。这第一步的结论是一个激进的权利宣言。通过消除你生活中的声音污染，你不是创造空虚，你是创造空间，让你自己思想能被清晰听到的空间，让沉默成为自我认识的工具，而不是来源的空间。通过采用声音饮食，你不再是噪音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你心智环境的策展人。你第一次完全掌控了你声音架构的第一层，这是你所有自我住在讲建立器上的基础。平静不是找到的，它是培养的。第二个，时间是创造你的深度专注的配乐。既然你已经用你的声音吟示清理了土地，现在是时候播下正确的种子了。这里的目标是使用音乐不是作为分心，而是作为诱导心流状态的催化剂。那种时间似乎消失，你的专注力变成一道激光的魔法状态。内心的冲突是我们相信任何声音都是一种分心。许多人试图在绝对沉默中工作，结果却发现沉默放大了他们自己随机思绪的噪音。未经训练的心智会游荡，而沉默可能成为拖延和焦虑展示的开放舞台。困难在于找到正确类型的声音，一种能够占据心源而又不窃取主要任务焦点的声音。想象以为雕塑家正在创作他的杰作，周围的世界可能充满噪音，但他使用一种特定类型的声音，也许是他吹字和遭字持续的节奏，来进入一种与狮头深度连接的状态。那个声音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锚定了他创造了一个专注的泡泡，一个能够低于内外干扰的声音立场。你的深度专注的配乐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对某些人来说，这将是双耳节拍，其特定频率只在同步脑电波。对其他人来说，这将是巴洛克音乐的数学复杂性和5个词的特点，如巴赫。或者也许是环境电子乐持续而无惊喜的流动，它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声音景观。应用这条规则的结果是你工作和学习的转变。你获得了在指令下，在你周围建立一座专注大教堂的能力。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将不再是你环境或你自己散漫思想的受害者。有了合适的耳机和合适的播放列表，你可以在嘈杂的办公室、繁忙的咖啡馆或自己的家中进入心流状态。你成为你心智工作环境的建筑师。音乐不再是一种消遣，而成为你提高生产力和精通的最强大工具。你学会一直回家只会教享乐最重要部分的精准，都来指挥你的注意力。斯多葛大师的第3个时间也许是最反直觉的，使用音乐进行 premeditatio malorum。这是斯多葛派的一种练习，即冥想未来的步行，不是为了产生焦虑，而是为了建立人性和感恩。这里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追求快乐，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痛苦。我们用音乐作为逃避，一种立即感觉良好的方式。故意使用犹豫、戏剧性甚至阴暗的音乐的想法似乎是自虐。心智会反抗，问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让自己感到悲伤或紧张？困难在于理解被动的成为一种情绪的受害者，和主动的利用它来增强自己的实践者之间的区别。想象以为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模拟器中，他进入模拟器不是为了获得愉快的体验，他进去是为了面对在男性鼓张、猛烈风暴和激烈战斗的情境。
他在一个收空的环境中这样做，以便当真正的危机发生时，他不会恐慌。他已经感受过肾上腺素的高峰，已经训练过他的反应，并且已经向自己证明他可以驾驭动荡。使用戏剧性的音乐进行 premeditatio malorum， 是你的情感模拟器。你选择一首强有力的古典乐曲，在听的时候想象挑战、事业、面对疾病、处理背叛。你让音乐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放大情绪。通过练习这个，你让你的神经系统对情感冲击脱敏。你拍练人性。当生活中真正的困难到来时，而且他们会到来，你的心智不会崩溃。它会辨识出这种感觉，但不会被它主宰，因为它以前在受控的方式下经历过。你把你竟变成了一个配练伙伴。你学会感受困难的情绪，而不成为他们。这个时间赋予你一种沉默的力量，一种让那些容易被生活风暴动摇的人感到震惊的战略性平静。你不再害怕犹豫，你用它作为短造剑不可摧拼格的铁针。在我们路程的这一点上，你已经清楚了噪音，学会了建立专注，并开始训练你的人性。你开始感受到的力量是真实的。如果你认真想成为自己的大师，我有一个特别的邀请，把这当作一个快速的消息，一个为最投入的人准备的下一步。我创建了一个影片播放列表，一所4多个学校。它深入探讨了每一个概念，它被设计成你持续的指南。点击它，你不仅仅是观看更多的内容，你是在注册一个为你心智设计的训练计划。继续你的旅程，深化你的时间，并探索我们为你准备的其他工具。当你准备好进入下一个层次时，连结是可用的。第4个时间是掌握沉默作为工具。在学会了策略性的使用声音之后，你需要学会以同样的意图水平使用它的确实。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深刻而普遍的。我们害怕沉默。在一个充满刺激的世界里，沉默变得不舒服，几乎具有威胁性。当外部噪音停滞时，内部的噪音变得可以听到，而我们不喜欢我们听到的。心智开始奔驰，焦虑冒跑，孤独会响。因此，我们用播客、音乐，用任何东西填满每一个空闲时刻，一边不避免对自己。困难在于中心训练大脑，将沉默视为不是一个空虚，而是一块充满潜力的白板。想象一位大师画家面对一块空白的画布。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白色的画不是令人生畏的，是缺乏想法的象征。对于大师来说，它是所有可能性的领域，它是创造发生的空间。可以的沉默是你的空白画布。这个时间包括将你的配乐与绝对和有益的沉默时期交织在一起。会议之间的10分钟，开车回家不打开收音机，不戴耳机散步。在这些时刻，你的任务不是什么都不想，而只是不带评判地观察你心智的管弦乐队。那些乐器在演奏，焦虑的大击乐，犹豫的小提琴，愤怒的消耗。你只是观察，就像一位智慧家在开始智慧前听他的音乐家一样。掌握这个时间，在现代世界中赋予了一种超能力——自我意识。你开始理解你自己内部噪音的来源，你学会在焦虑的想法出现的那一刻识别它，在它变成恐慌的螺旋之前。沉默不再是敌人，而成为你自我认识的实验室。它成为你校准你内部乐器的空间，你听到你只觉的地方，你真正与自己连接的地方。通过掌握沉默，你向自己证明你的平静不依赖于外部的配乐，而是依赖于在你自己的存在中找到住境的能力，一个你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的绳索。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是创建你的 eudaimonia 播放列表。eudaimonia 是希腊语属于，通常翻译为人类的繁荣或活出最好的自己。这不是一个为了暂时感觉良好而设的播放列表，这是你对你渴望成为的人的声音宣言。这里的冲突是我们倾向于被动和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缺乏清晰度。消费流行的东西比做深入的工作稳，
我最高的价值观是什么？勇气、记录、爱、智慧。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容易得多。创建这个播放列表需要彻底的泛胜，一种对你自己生活的创作行为。困难在于对自己诚实，并将这些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听觉体验。想象一位奥运运动员在他一生中最重要比赛的前几分钟，他没有在听随机的音乐，他在听他自己策划的配乐，每一个节拍，每一个音符，都只在激活他赢得比赛所需的信心、力量和专注的状态。Eudaimonia 的播放列表是你生命奥运会的配乐，你将可以选择体现你价值观的音乐。一首是诗般的乐趣，唤起你想要的勇气；一首极简主义的作曲，加强你正在建立的纪律；一首感人的歌曲，将你与你的爱的能力连接起来。这个播放列表不是为了工作或放松，它是为了反思的时刻，为了你早晨的开始，为了重要决定之前。这个最终时间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关于你目的的听觉和持续的提醒。你不再只是在生活中漂泊，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正在积极地变成你的心智和精神，是至于你最高的版本对齐。这个播放列表成为你的个人宣言，你的赞歌。听它是一种意识，一种与你最深的为什么重新连接的方式。通过这样做，你完成了你从被动听众到自己的大事的旅程。你不仅在当下指挥你的思想和情绪，而且还积极地将你生活的航向引导到你最高抱负的方向，使用音乐作为你灵魂的声音之南针。你成为你自己宏伟存在的建筑师和作曲家。我们今天分享的旅程不仅仅是关于音乐，它是关于意图的力量。你已经受到了将噪音转化为和谐的物种时间，成为你自己心智的大事。但没有时间的知识是无用的。这就像拥有一首最美较响亮的乐谱，却从未演奏过一个音符。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你现在决定应用你所学到的东西时。从这一刻起，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关掉收音机，选择一个专注的配乐，静坐，都是一种自我助在的行为。是你一次一个音符的调整，你品格的倾现，建立一种将在你一生中回响的力量与注定的旋律。你作为自己的大事的旅程，是与一个生命，一个承诺。因此，我邀请你执行2个将巩固你决定的最终行动。首先，作为对你新身份的公开承诺，去评论区并声明，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这句话不是为了我或为了别人，这是对你自己的肯定，一个提醒你今天正在收回的力量。其次，为了向你自己和我们的社群证明你是一个能完成你开始的事情的人，也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创造了一种社群感和社会证明，表明你是致力于精通的个人群体的一部分。最后，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感觉到一丝认可和可能性，通过点赞来加强你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想象你生活中有谁也在与噪音做斗争，谁会从学习谱写自己的内心平静中受益。通过分享，你不仅仅是在发送一个影片，你是在提供一个工具，向另一个在他旅程中的人伸出援手。订阅以及去接受这些工具，并记着，世界将继续呐喊，但从今天起，你选择频率，你控制着刻读盘，你是大师。现在去指挥你的交响乐吧。